想象一下，当你买的电动车续航突破1000公里，充电只要8分钟，用上10年几乎零衰减。当 AI 服务器的能耗成本降低50%，让算力价格直接腰斩。当 iPhone 能连续用3天不用充电，那时候整个新能源产业、整车产业乃至 AI 算力的估值体系都会彻底被改写。这一切的关键不是核聚变，不是氢能源，而是固态电池。你可能听过这个词很多次，但今天我要告诉你， AI 正在让固态电池提前10年实现量产。这意味着一个全新的财富周期正在悄悄酝酿。华尔街已经闻到了味道，摩根士丹利、贝莱德、ARK 木头姐、特斯拉、苹果、通用、福特全都在暗中下注。他们知道，一旦固态电池实现商业化，下一个特斯拉式的暴富神话就会重演。今天我们不只讲技术，不只讲梦想，而是要从投资的角度拆解，谁是这场革命的核心受益者呢？哪些股票被严重低估了？普通投资者又该如何上车？新能源的上半场，我们见证了锂电池宁德时代、特斯拉的崛起，但也看到瓶颈越来越明显。电动车续航难突破，安全问题频发，电池衰减速度快，充电还慢。传统锂电池使用的是液态电解质，这决定了能量密度、充电效率、安全性都难以再提升。而固态电池改变了根本结构，它用固态电解质取代液态电解质，让离子在固体中直接迁移。优点是什么呢？优点是能量密度提升50%到100%，充电速度提升3到5倍，安全性提升几十倍，不易燃不爆炸，循环寿命延长近1倍。一句话总结，固态电池就是新能源的终极形态。但为什么我们还没看到它被大规模量产呢？因为固态电池量产的难度远远超出想象。传统材料工艺无法解决界面不稳定、离子通道堵塞的问题，导致在实验室可行的方案无法稳定生产。直到 AI 的介入，一切才开始改变。AI 不是只用来写文案画图的，它正在改变整个材料科学。过去科学家研发一种新电解质要花3到5年，现在 AI 可以在几天内模拟上亿种化学组合，并预测哪一种最稳定，导电率最高。这就是 AI 材料科学的力量。像 QuantumScape、Solid Power、SysAI 都在利用 AI 深度学习算法设计新型固态电解质。像 QuantumScape 后面简称 QS，Solid Power 简称 SLDP，SysAI 简称 SES， 都在利用 AI 深度学习算法设计新型固态电解质。举个具体的例子， QS 用 AI 建模筛选陶瓷材料，让电池循环寿命提升了60%。SysAI 通过机器学习实时监控电池老化，提前预测退化趋势。Solid Power 用 AI 模拟材料界面反应，使失效率降低了30%。AI 的加入就像当年的英伟达为 AI 算力革命奠基一样，它让固态电池从梦想变成可以量产的产业。换句话说， AI 正在提前10年打开固态电池商业化的大门。
2024年第4季度开始，资本市场的风向正在悄悄变化。当光伏、锂电、储能赛道陷入竞争红海，估值泡沫破灭后，机构资金开始重新寻找下一个新能源故事。ARK 基金第一个出手，木头姐在过去3个月里连续增持 QS 与 Solid Power。他甚至在公开采访中表示，固态电池将像 iPhone 改变手机一样，彻底重塑电动车产业结构。摩根士丹利发布的研究报告中更直接，一旦固态电池实现规模化，特斯拉的估值模型必须重新定义。而不仅是金融资本，产业巨头也在同步行动。苹果 AAPL 在加州的 Battery Research Center 扩建2倍，用 AI 研究电解质材料。通用 GM 与 Solid Power 合作开发固态电池 SUV。福特 F 投资 Solid Power 并派出工程团队参与研发。特斯拉在 AI Dojo 实验室中用超算训练电池材料模型。三星、LE、丰田也在加速布局。一个清晰的趋势出现了：全球前10的 AI 芯片、整车能源公司几乎全部开始进入固态电池赛道。这不是偶然，而是新一轮能源革命的集体觉醒。要看懂这场革命，必须拆开3个层次：一、上游资源层，锂、镍、钴等关键原材料的供给；二、中游技术层， AI 赋能的固态电池研发企业；三、下游应用层，电动车 AI 算力设备、储能系统。下面我们来细看6家关键企业，它们几乎覆盖了整个固态电池生态链。第一家 QuantumScape QS， 这是固态电池的信仰股，也是全球最早实现样品交付的公司，背后站着大众汽车、比尔盖茨、凯鹏华银。QS 采用单层陶瓷电解质，解决了传统锂电的支晶穿刺问题。目前正在加州新建量产线，预计2026年开始供应整车厂。虽然股价一度从高点暴跌90%，但机构仍在持续加仓。摩根士丹利预测，一旦商业化成功， QS 估值或重回100亿美元以上。二、Solid Power， 它是美国能源部重点支持的企业，背后有福特、宝马2大股东。Solid Power 不仅研发固态电池，还自己生产电解质，这是核心壁垒。AI 算法在生产过程中的优化，使得良率提升了35%。虽然目前股价不足2美元，但内部人持续买入。福特已经确认将在2026年搭载其电池技术。低估值加实质合作加 AI 制造优势，让 Solid Power 成为潜在第1位翻倍股。三、CSAI SES， 这是一家中美双极科技公司，总部在波士顿，研发中心在上海。它的核心技术是 AI 监控系统，可以实时预测电池健康状况。AI 通过云端数据学习每次充放电的变化，从而提前发现问题。通用、现代、丰田都在与它合作。如果未来汽车进入 AI 管理时代， CES 将成为电池智能化的标准制定者。第4家 Lithium Americas LAC， 固态电池需要高纯度锂作为材料。LAC 是北美最大的锂矿公司，拥有阿根廷与美国内华达2大矿区。通用汽车
已经向 LAC 投资6.5亿美元，以锁定锂供应。随着固态电池需求暴增 ，LAC 将成为上游最大受益者，市场普遍低估了这一点。5. Albemarle ALB 全球锂王供应宁德时代、特斯拉、LG。过去1年，因为锂价下跌，股价暴跌60%，但基本面依旧稳健。AI 固态电池量产将带动高纯锂需求激增。ALB 的盈利能力将再度爆发，这是一只典型的被恐惧错杀的价值股。6. 特斯拉加 AL Dojo 团队。特斯拉是 AI 造电池的先行者。Dojo 超级计算机每天模拟上百万种电池化学反应。AI 自动筛选出最佳组合。马斯克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：AI 不仅能造车，它能造出更好的电池。特斯拉已经申请多项固态电池专利，并在实验性 Model Y 上进行测试。这意味着特斯拉未来的竞争力不只是自动驾驶，而是能源系统全面升级。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为什么固态电池一旦突破，估值体系会被彻底重构呢？ 1. 产业成本的重构。 AI 加固态电池可将能耗效率提升30%以上，算力、出行、储能的单位成本都会下降。当成本降到拐点，新的商业模式就会被释放。2. 资产负债的重构。固态电池寿命更长，损耗更低，使得整车厂资产折旧周期延长，利润率提升，现金流改善，意味着整体市值中枢上移。3. 投资逻辑的重构。新能源过去的逻辑是量，未来的逻辑是智能加效率。AI 加固态电池将成为资本重估的重大变量。那么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该怎么做呢？如果你是普通投资者，不要盲目追涨，可以用3层结构布局。1. 上游资源股 LAC、ALB， 长期配置，抗风险能力强，是整个行业的现金流基础。2. 中游技术股 QS、SLDP、CES， 波动大但弹性强，未来3年内有可能迎来估值爆发。3. 下游应用股，特斯拉、AAPL、GM、F， 这些巨头会最快受益于技术落地。在操作策略上，Oliver 给你3个建议： 1. 分阶段建仓，利用当前市场的低预期，在2025年前逐步加仓。 2. 中期持有，等待2026年各大车厂开始量产验证，那将是估值重估的节点。 3. 长期信仰， AI 与能源的结合是未来10年的主线之一。记住一句话，真正的财富不在喧嚣时买，而在沉默时拿。别忘了，这场固态电池革命也是一场科技主权之战。美国在 AI 和半导体领先，但在新能源落后于亚洲。而 AI 固态电池正是美国重夺能源技术主动权的关键武器。拜登政府已宣布对 AI 材料研究追加2000亿美金资金，其中1半用于固态电池和储能系统研发。中国、日本、韩国也在全力竞赛，这意味着固态电池不仅是科技故事，更是地缘战略。新能源的上半场是电动化，下半场是智能化。过去我们用电池储能，未来我们用 AI 去调度能量。每一个充放电，每一次能量转换，都能被 AI 预测与优化。这不是改良，而是革命。当 AI 让电池变得像大脑一样思考，
能源将从被动载体变成智能系统。每一次技术革命，最早相信的人总是最孤独的。2008年，几乎没人相信电动车能替代燃油车。2015年，几乎没人相信 AI 能改变世界。而现在，几乎没人相信固态电池能在3年内量产。但历史一次次证明，当怀疑最浓时，正是机会最大的时刻。AI 固态电池革命正在以你难以察觉的速度逼近，这是一场静悄悄的财富重分配。也许5年后，当特斯拉、苹果、福特、通用都推出固态车型，当 AI 数据中心的能耗被削减一半，当固态电池成为全球能源系统的心脏，回头看，你会发现，原来这就是下一个100倍浪潮的起点。